这是20年前的番。而这是现在的番。主播现在严重怀疑自己真的在那场疫情中活下来了吗？前方可是炼狱，各位做好准备了吗？一旦开始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！首先就是25年末的绝望5部。这堪称动漫史上最逆天的制作，我没有看到所谓的绝妙5部，而是看到了一堆奇怪细胞组成了不可名状之物。再给大家看看漫画，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？然而答辩还不止如此，有请保龄球少女。我敢赌，再过10年也没人能看得懂这部神作，我是实在理解不了。好端端在打保龄球，为什么要突然穿越到战国，还用保龄球救人打武士？我救命，还有正常人吗？更过分的是，保龄球是有2头的，不过也有合理的解释，是回旋，你在保龄球里加回旋了是吧？然而2026年以来，直接开启了大福瑞时代，1月份答辩的逆天发言，直接成了全网众矢之的。なんで人間だけは殺して食べちゃダメなの？而在前不久，这份答辩终于迎来了完结。可我一看结尾，查理的弟弟出来了，不会还有动画化续作吧？救命啊！不要啊！因为后期的剧情实在太逆天，查理跟女主猛猛特训，女主还是自愿的。更神的是，查理还差点被自己弟弟牛了。我求你了，动画组，千万不要出续作，这玩意儿纯就是作者的恶趣味。而我仍然理解不了，这只死猴子凭什么打败藤本树的蓦然回首啊？凭什么呀？然而刚送走答辩，又迎来了击骗，我是真没招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大公鸡的声优居然是隔壁的阿布嘟嘟。我严重怀疑制作组花费了2年半才打造出了这部神作，主角是鸡，暴打怪兽，拯救世界，还提起鸡库不认鸡，是个小头控制鸡头的浪子。更深的是，居然还有牛头人剧情，牛鸡哥的还是个黑哥们儿。现在动漫还在持续更新之中，猛猛看你鸡哥拯救世界吧，除了猎奇一点，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。OK， 接下来一部可是符合某些人的口味了啊，没错，就是你最喜欢的小恶魔。私に食べられなさい。下等生物ひま。故事也很简单，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恶魔小公主觉得老爹吃的东西没意思，便来到了小日子吃人的灵魂。小魔女她不直接开吃，反而是潜入校园扮演起了3好学生，然后就发现了冒绿光的男主，紧接着便领域展开，把男主拉来当场宣布要把对方吃干抹净。まずは皮を剥いて。皮を剥く。それからよーくこねて長く伸ばし。结果男主以为要特训，当场报医要办事儿啊！这孩子这么压抑的吗？完全超过隔壁的电刺君了。而到了第2集呢，依旧有牛头人百合。主播看多了史之后，居然感觉这部还行，要不你赔点钱吧。OK， 最后一部堪称最炸裂的存在，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。短短的1集就包含了电车痴汉、踩背、嗑药、自残等等的要素，这玩意儿千万别看，我感觉已经超过了娜娜。更深的是，还被吹成是4月霸权神番，我真的要报警了！这番里能找出一个正常人吗 ？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烂番了。我敢说，要是卡密看到这些新番，绝对会把制作组一个一个写进黑色小本子里。